一尊普通石像，一个虔诚修行者，30年如一日的顶礼膜拜。他坚信石像即是佛祖，日日晨钟暮鼓，诵经礼拜。然而，当一位高僧路过，见此情形后，却神色凝重，低声说出一句话，令修行者浑身战栗。究竟高僧说了什么？为何说这不是佛？30年的虔诚拜佛，究竟拜错了什么？山雾缭绕中，一座简陋的草庵隐于深山老林之间，晨曦微露，山风送来远处的鸟鸣，打破了山林的寂静。草庵前，一位身着褐色粗布衣的老者，正跪在一尊石像前诵经礼拜。石像约莫3尺高，历经风霜雨雪，表面已斑驳不堪，仅能辨认出大致的人形轮廓。这位老者名叫白石，曾是附近村庄的猎户。30年前，他在深山打猎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尊石像。当时石像扮演在杂草之中，白石以为寻得了佛祖遗像，心生欢喜，便将其请回家中安放供奉。从那一日起，白石就放下猎弓，在此处搭建草庵，日日诵经礼拜，一晃便是30载。阿弥陀佛，世尊慈悲，普度众生。白石每日清晨都会如是默念，然后点上3炷香，跪拜在石像之前。岁月流转，白石的黑发已变成银丝，曾经挺拔的身躯也佝偻下来，唯有那对眼睛依然明亮如初，闪烁着虔诚的光芒。村里人都知道深山中有这么一位虔诚的修行者，时常有人上山送些斋饭，久而久之，也有人慕名前来拜访，向白石请教修行之道。白石也总是谦逊地说，老朽不过是个顿悟的猎户，何德何能为诸位指点迷津？若要求教，不如向佛祖叩问。说罢，便指向那尊风雨侵蚀的石像。就这样，白石的草庵渐渐成了附近村民心中的佛地。每逢初1、15，便有不少村民上山烧香祈福，白石从不拒绝，只是默默为前来参拜的人们诵经祈福。这日天刚破晓，云雾尚未散去，山路上便响起了脚步声。白石正在诵经，听到声音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位身着灰色袈裟的老僧缓步而来。老僧面容慈祥，步履稳健，看上去与白石年纪相仿，腰背却依然挺直如松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云游至此，听闻此处有位得道高人，特来请教。老僧双手合十，向白石行礼。白石连忙起身回礼，老衲愧不敢当，不过是个拙劣的修行者，何敢称为高人？尊者从何处来？贫僧法号明觉，从东土大寺而来，路经此地，听闻山中有佛像显灵，特来一观。老僧说着，目光投向白石身后的石像。白石眼中闪过一丝喜悦，正是30年前，老朽在此山中偶得佛祖一像，从此便在此修行。尊者既来，不如一同礼拜佛祖。明觉微微颔首，走进那尊石像，仔细端详起来。他绕石像行走一圈，忽然眉头紧锁，神色变得凝重。白石见状，心中不禁忐忑，尊者为何神色有异？莫非？明觉沉默良久，才缓缓开口，施主可知这石像的来历？白石摇摇头，不知。当年打猎时在此偶得，只以为是佛祖一像，便日日礼拜。明觉叹了口气，这石像表面虽经风霜侵蚀，但老衲看得出，此像并非。话未说完，忽有一阵山风吹来，草庵前的风铃叮当作响，打断了明觉的话。此刻又有几位村民前来拜佛，见有高僧到访，便好奇地围了上来。明觉见有村民到来，便住了口，转而向白石道：施主修行30载，可否让老衲见见你日常修行的经书？白石点点头，转身入内取出一册略显陈旧的经书。明觉接过，翻阅几页，面色更加凝重。他看向白石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复杂。施主，你这30年每日都诵读此经？明觉问道。白石恭敬地答道：
是的，老朽不识字。当年有一云游僧人路过，见老朽虔诚，便留下此经，并教了老朽如何诵读。老朽不敢懈怠，每日诵读3遍。名觉再次叹息，施主可知这经书的内容为何？白石惭愧地低下头，老朽愚钝，只知一样诵读，却不解其意。此时，越来越多的村民聚集在草庵前，都好奇地看着这位陌生的高僧。名觉环视众人，缓缓说道：“诸位施主，可否让老衲与白施主单独谈谈？”村民们虽有疑惑，但看名觉面相非凡，便也不敢多问，纷纷退到草庵外等候。待众人退去，名觉拉着白石的手走到石像前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白施主，老衲不忍看你再这般修行下去。”这石像，白石心中一惊，急切地问道：“尊者，这石像难道有何不妥？老朽30年来日日礼拜，难道拜错了？”名觉沉默片刻，似乎在思考如何开口。就在此时，一滴露水从草庵顶檐落下，恰好滴在石像上。微光下，露水顺着石像表面缓缓流下，仿佛石像在流泪。白石看到这一幕，双手合十，激动地说：“尊者您看，佛祖显灵了。”名觉却更加凝重，他俯身仔细查看石像底部，忽然发现石像底座隐约有几个模糊的字迹。他伸手轻视石像底部的尘土，眉头皱得更紧。“施主，可有工具？老衲想看清此石像底部的字迹。”名觉问道。白石连忙取来一块湿布和一把小铲，递给名觉。名觉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石像底部的尘土和苔藓。随着尘土的清除，几个古朴的篆刻文字渐渐显露出来。名觉的手忽然停住了，他看着那显露出的字迹，眼中闪过一丝悲悯。他转向白石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白施主，你可知这石像底部刻着什么？”白石摇摇头，眼中满是困惑与忐忑。他隐约感到高僧接下来的话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。老僧缓缓掀开石像上的千年尘封，露出下方一行古老篆刻文字。在场众人屏息凝视，只见那石刻模糊，但依稀可辨。老僧以指尖轻抚，眼中闪过一丝悲悯。30年啊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众人耳畔仿佛响起雷霆。当修行者颤抖着靠近，终于看清那行字迹时，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双膝一软，跪倒在地：“施主，你看这行文字。”名觉指着石像底部那行古老的篆刻文字，声音低沉而沉重，上面刻着“镇山石敢当”5个字。白石闻言如遭雷击，整个人瞬间瘫软在地。镇山石敢当，他的声音颤抖不已。这不是佛祖遗像？名觉扶起白石，语气温和却坚定：“施主，这不是佛像，而是一块镇山驱邪的石敢当。在古时，村民常在村口或山道边立此石像，以镇压山林妖邪，保一方平安。”白石的世界在这一刻轰然崩塌，他跪倒在地，痛哭失声：“我竟拜了一块镇山石30年，30年啊！我的修行，我的虔诚，岂不都付诸东流了吗？”名觉并未立即回答，而是静静地看着悲痛的白石。庵外围观的村民听到白石的哭声，纷纷探头张望，神色各异。待白石稍稍平静，名觉才开口道：“施主，贫僧还有一事相问。方才你诵读的经文，可知是何经文？”白石摇头，泪眼婆娑：“不知，只知是佛经，每日诵读。”阿难尊者名觉从袖中取出白石的那册经书，轻轻翻开，指着其中一页说：“施主，此非佛经，乃是太上感应篇，道家经典，非我佛家之物。”这第2个真相如晴天霹雳，再次击垮了白石。他目光呆滞，喃喃自语：“30年，都错了。”名觉见白石如此，眼中闪过一丝怜悯，他轻轻拍了拍白石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施主不必自责，贫僧欲问，
这30年来，你可曾有何感悟？”白石擦了擦眼泪，回忆道：“起初几年，只觉枯燥，后来渐渐心生平静，再后来，竟觉万物皆有灵性，心中不再有嗔恨怨怼，只剩一片祥和。近10年来，常觉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心中空明，不起涟漪。”明觉闻言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施主可知，你方才所言，正是修行的上乘境界。”白石困惑不解：“可我拜的不是佛，读的不是经，如何能得正果？”明觉看了看天空，又看了看那尊石敢当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施主，佛在何处？”白石下意识地指向石像，旋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慌乱地收回手。明觉笑道：“佛在心中，不在石像。真正的修行是修心。施主30年如一日的虔诚与坚持，使你的心境达到了空明无尘的境界，这才是修行的真谛。”白石仍有疑惑：“可我拜的是石敢当，读的是道家经典。”明觉轻拂袖袍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佛曰：万法归宗，殊途同归。如世道3家，表面上教义有别，实则核心都是教人向善，修身养性。施主虽拜石敢当，读道家经典，但你的心却走上了正道。修行之人不在乎形式，而在乎心境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，并无经书指导，无师可拜，只是静心冥想，最终悟的真谛。施主这30年的修行，本质上与佛陀无异，都是心灵的自我净化与升华。”白石听得入神，眼中的迷茫渐渐散去，一丝明悟的光芒取而代之。明觉见状，继续道：“金刚经有云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意指若只执着于佛的形象和声音，反而无法见到真正的佛。真佛不在外相，而在心中。”白石若有所思：“尊者是说，我虽拜的不是佛像，但我的心中有佛，所以这30年的修行并非徒劳。”明觉含笑点头：“正是如此。施主，你可还记得当年为何放下猎弓，开始修行？”白石回忆道：“当时我猎杀了一只雌鹿，回家途中看到他的幼崽孤独地站在原地，眼中似有泪光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夺取了一条生命，也可能毁了一个家庭，心中愧疚难当。回家后，我将那只鹿放生，从此不再打猎。寻到这块石像后，便在此修行，希望能够赎罪。”明觉微笑道：“施主当年的顿悟，正是佛家所言的慈悲心。你因怜悯一只小鹿而弃恶从善，这比任何形式上的礼佛都更接近佛法的本质。佛陀言：众生平等，普度众生。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已然踏上真正的修行之路。”白石恍然大悟，眼中闪烁着理解的光芒。原来如此，我一直以为修行就是诵经礼佛，原来真正的修行是在心中。明觉欣慰地说：“施主已然明白，佛法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修行的本质不在于你拜的是什么，读的是什么，而在于你的心是否向善，是否清净无染。”此时，庵外的村民们听到谈话，也纷纷进来围观。一位村中长者问道：“法师，那我们这些年来在此拜石敢当，是否也都错了？”明觉环视众人，慈祥地说：“诸位施主无需忧虑，你们虽不知这是石敢当，但心中有佛，有敬畏，有向善之心，这便是修行的本质。佛陀云：心静则国土静，只要心向善，无论拜什么都是在修行。”村民们听了，心中大定，纷纷向明觉和白石行礼。明觉见众人开解，又转向白石说：“施主，贫僧还有一事相问，你这30年来可曾帮助过他人？”白石回答：“山中生活简单，能力有限，只是偶尔为迷路的行人指路，为病弱的村民采药，为遇到困难的人提供些许帮助。”明觉点头微笑：“施主所为，
正是菩萨行。佛家重视慈悲济世，你虽身在山林，却心系众生，这比在寺院中诵经100年更为难得。菩萨有云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意为不畏艰难，救苦救难。施主虽不知佛理，却行佛事，实为佛性自显。白石听得心中豁然开朗，多年的疑惑如冰雪消融。他向明觉深深一拜，尊者开示，令老朽茅塞顿开，不知今后应如何修行，才能不负这30年光阴。明觉沉思片刻，答道：施主若真心向佛，贫僧可传你真正的经文，教你正确的礼佛之法。但贫僧以为施主已得佛法真谛，只是不自知罢了。若要继续修行，不妨随贫僧回寺院修习，若愿留在此山继续你的修行，也未尝不可。白石犹豫片刻，望了望自己生活了30年的草庵和那尊石敢当，最终摇头道：老朽已习惯了此处清静，不愿再入红尘，只是今后不知该如何自处。明觉理解的点点头，施主可安心留在此山，只需记住，修行在于心，不在于行。你可以将这尊石敢当留在原处，不必是做佛像，但也不必比气。他伴你度过30载光阴，也是有缘。贫僧会留下真正的经书于你，教你正确的诵读方法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修心2字。白石感激涕零，再次向明觉叩首：尊者大恩，老朽没齿难忘。明觉微笑着扶起白石：施主不必如此。佛家言，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生1次的擦肩而过。我与施主今日相逢，也是宿世姻缘。日后施主若有所悟，可下山寻我，老衲常住在东土大寺。白石点头应允。明觉又嘱咐了些修行要诀，便准备离去。临行前，他回望那尊石敢当，忽然问道：施主，若早知此像非佛，你还会在此修行30年吗？白石沉思良久，答道：若早知非佛，或许不会，但如今回望这30年，我不曾后悔。明觉闻言大笑：施主此言以正菩提，佛法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是道场。施主能有此见识，已超过许多寺院中满腹经纶却不解真谛的僧人。说完，明觉转身离去，背影在山雾中渐渐模糊。白石目送明觉远去，又看了看那尊伴随自己30年的石敢当，心中豁然开朗。他轻抚石像，喃喃自语：石敢当也好，佛像也罢，重要的是我的心。白石自此之后心境大变，他不再执着于形式，不再每日起身就匆匆礼拜，而是更多的坐于石前沉思静修。他将明觉留下的经书细细读诵，一字一句慢慢品味其中含义。起初读得生涩，但他不急不躁，只静心体会，仿佛在与那无形的佛性对话。山林依旧寂静，鸟鸣仍旧清脆，而白石的心中却不再孤独。他开始主动为前来草庵的村民讲述自己的经历，不再以佛祖自居，而是说：我曾经也执着于形式，今才明白，佛在心中。1日午后，有位年轻人跋涉山路而来，衣衫褴褛，神情憔悴。他向白石跪拜：师父，我听说您是得道高人，想拜您为师，求解人生苦海。白石微微一笑，扶起他，说道：你若来求神通，我没有；你若来求名利，我更无。若你心中有苦，我可陪你坐下慢慢说。那青年愣住，继而落泪。他讲述了自己人生失意，父母亡故，仕途受挫，流落山林，偶闻草庵传说，才来此求问人生方向。白石带他坐于庵前石凳，泡上一壶清茶，轻声问道：你是否想过，这一路跋涉，不为求佛，不为避世，只因心中尚有希望？青年怔住，过了许久，低声道：原来如此。从此，这位青年便留在草庵，协助白石打扫庵前，种菜烧水。白石不以师父自居，
只称他为阿青。两人每日清晨一同诵经，午后采药，黄昏时坐在石像前谈心。阿青曾问师父，这石敢当既非佛像，为何您仍保留它在庵前？白石笑道，他伴我30年，虽非佛祖，却是我的镜子。我心若浮躁，见他便知惭愧；我心若平和，见他也觉亲切。他不是佛，但却是我修行的一部分。阿青听后沉默许久，轻轻向石像一拜。数年后，白石年事渐高，身体日渐衰弱。一天清晨，他唤来阿青，递给他一封书信和那本旧经书。阿青，老朽时日不多，山中安适，今后便托于你了。阿青泪眼婆娑，师父。白石轻拍他的肩膀，我非你师，只是与你有缘的路人。信中是我这些年所悟，或许对你日后修行有些帮助。山下士人仍常来此祈愿，你若有心，可为他们煮水煎茶，说说心法；若无心，也可归隐林中，自行修行。当晚夜色寂静，白石独坐于石像前，望着夜空繁星，低声念诵心经。一盏油灯轻晃，映着他慈祥的脸庞与白发苍苍的影子。翌日清晨，阿青醒来，见白石坐于石前，面带微笑，双目紧闭，已无气息。他仿佛只是沉沉睡去，嘴角挂着一丝安然。阿青跪倒于地，痛哭失声，师父已得圆满。数日后，村民上山，见草庵安然无恙，庵前香火不断，只是那位老者已不在。他们见阿青守庵，便纷纷称其为青师，继续上山礼拜。阿青未曾自诩高人，只言白石师父已入涅槃，诸位若真心向善，这里仍是佛地。春去秋来，山林更迭，草庵依旧，石像犹存。庵前多了一块木牌，写着白石亲笔所书：佛在心中，修行在己。拜佛不如修己，读经不如行善。后来有高僧远访，见庵前清净，众人心诚，感叹道：此地虽无金殿佛堂，却是清修福地。而那尊石敢当，虽非佛像，却被香火不断敬之如佛。世人皆知，他不显灵，不显锐，却能照见人心。年年山雾缭绕，白石之名渐成传说，然其道不灭。因那一念慈悲，一念顿悟，一念不悔，成就了凡人修行的无上境界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